从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穿越到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是种什么体验？我们到达了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，同时这里也是亚洲物价最高的国家。当地酒店极贵，我们甚至只能住在新加坡的红灯区周边，只因酒店便宜。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，新加坡是亚洲唯一有合法红灯区的国家。离开上海，刚到新加坡樟宜机场，就能感受到这个连续数年被评为全球最佳的机场的魅力。各种先进设备、周到服务、巨量的绿化工程，都能让你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。机场不仅有无数的购物餐饮选择，甚至还可以在这里旅游。全球最大的室内瀑布已经成为了樟宜机场的名片，甚至在机场还可以坐着小火车穿越人工的热带雨林。但这个机场就已经吸引了无数的游客。樟宜机场实至名归的世界第一。在机场内，我们见到了国外的第一个粉丝于大哥，他请我们吃饭，并且给我们讲述了新加坡的饮食文化和收入情况。搭乘新加坡的地铁，我们到达了酒店所在地牙龙，同时这里也是新加坡红灯区的汇聚地。在通往酒店的路上，无数的印度劳工在地上做着纳凉。短短的一天时间内，我们见到了新加坡截然不同的两面。另外，在新加坡的第一天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友好。今天和费文涛一起开始一趟为期半年的东南亚之行。大家好，我是菲菲，我们的新旅行马上就要开始啦！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开启环球旅行之东南亚篇第2弹。我们现在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先从这里飞上海，然后从上海再转机去新加坡。那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这趟的旅行路线啊。东南亚呢，一共是有11个国家。我们去年已经去过了中南半岛上的5国，分别是越南、柬埔寨、泰国、缅甸和老挝。那这趟呢，我们就会去其余的6个国家。我们会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始，一路向东穿越赤道，途经的国家包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文莱、印度尼西亚，还有东帝汶、菲律宾以及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。当然了，后面的这2个国家，我们要根据这个安全局势边走边看。我们这趟完整的行程大概需要半年时间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会在过年前后才会回到中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从机场已经换完登机牌了，过完安检了，现在准备去登机了。涛哥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，来击个掌，我们争取开心出门，安全回家，然后尽量不要吵架。西安有直飞新加坡的，现在也是个大城市的，你为什么要让我从上海转机啊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你心里没点 A 数吗？还不是因为我们穷。哦，好吧。现在呢，因为已经到暑假了，机票涨价特别多。之前呢，从西安直飞新加坡可能才1000多块钱吧，不到2000，现在已经暴涨到3、4千了。我们2个人单程就要7000多。太贵了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穷，所以我们选择从上海坐这个国际联程机票，这样下来，我们2个人才1309，一个人才600多。咱这次出来不是说给粉丝都起个名字吗？你想好没叫什么？我想好了，以后我们就叫大家友友们，友友们来跟着我一起畅游东南亚。友友们是不是有点老气？可以，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的气质。哦，要不要叫好宝们？这不是你的名字吗？给大家用好不好？登机了，感觉心情瞬间激动起来了。我们俩已经好久没有再出远门了，在家剪视频的时间过于漫长了，我们新旅行还是很激动的。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坐这个吉祥航空。经过了漫长的跋涉，我们终于到上海机场了。浦东。我们刚刚从那个廊桥出来哈，我发现这儿好像有一片可以过夜的地方。你看这些沙发，有人上面躺着睡觉。其实我们完全也可以这样选择，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了。我们明天的第2程航班是早上9点出发，大概6点多就要过来值机。实际我们可以在这儿过一夜的哈。对呀，应该搭个帐篷哈。不过我们把酒店已经订好了，我们订的是距离机场很近的，只有几公里，10来分钟的一个。就是给这个中转航班过夜的专门的一个住宿区，然后酒店也不贵，大概是150块钱，而且还安排了接送机。不过呢，它那个接送机是只有每个整点有，所以我们这会儿是7点10分，正好错过了。再等8点有点晚，不然咱们俩去打车吧。好。该省省该花花嘛。我们之前好像是来过浦东机场，我来过1次吧。但我已经忘了浦东机场有多大了，总听大家说浦东机场会惩罚每一个晚到的人，掐点的人。哎，比如你吗？对，就是我，所以我决定吸取教训，明天早一点来。对，我们现在都走了
好久了，还没有到出口。狒狒就是那种传说中卡点的人，以前上班我送他，他总要八点上班，到7点59去打卡。我们是8点半的班，我觉得早于8点28分之前打卡就属于浪费。我经常在8点28到8点30这2分钟之内集中打卡。浦东机场真的太大了，走不完啊，根本走不完。我和狒狒在电梯上边走，还边坐电梯，双倍加速都走不完。步履蹒跚。我们2个今天真的蠢得要死，背着包从航班上一直走到出口，绝了！浦东机场真的会惩罚每一个不做功课的人。比如我，这从廊桥到出口差不多有1公里，我们俩背着差不多20公斤重的包，生生的走过来了。我们终于到酒店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在上海住的酒店。这个酒店离机场只有大概10公里，然后我们刚到的时候啊，可以听到旁边这个浦东机场飞机起落的声音，特别大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能睡着不？这个房间还挺大的，是30多个平方，然后有2张床。我们订的是标间，但感觉又给了我们一个亲子间。这个是1.2米的一个窄床，然后这个床有1.5米大。今天晚上还是按照惯例，文涛住小床，我住大床，我坐小的，你坐大的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20，我们已经坐酒店提供的这个送机大巴来到了浦东机场的T2航站楼。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国际出发这里走吧，我们从这个门进去，我看已经开始排队了。我们昨天在西安进航站楼的时候排队还不是很多，浦东国际机场果然是中国最大的几个机场之一了，看这人排的，没有一个门口啊是没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听劝了，我们今天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的，我们是9点10分的飞机，现在是6点20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整，我们已经办完了值机以及把行李托运了。这会儿我们俩一人一个双肩包，轻装上阵。因为新加坡呢现在对中国是免签的，所以值机柜台的手续也非常简单。工作人员问了一下我们有没有返程机票，我们就说，我们计划在新加坡的行程结束后，从新加坡陆路入境马来西亚。然后呢，也没有再多问了。我们准备好的这个酒店行程单也没有查。但是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，虽然现在新加坡对中国是免签政策哈，但是呢，大家如果去新加坡的话，还是需要在入境的前3天内提前去下载一个 app， 叫做MySA， 在上面进行一个入境申报就好了。是提前3天之内任何一天都可以，等于就是说你在到新加坡前半天填都可以的。我们现在去过安检，这次我们走的是国际港澳台出发。每到一个新的国家，2件事儿。办电话卡和换当地的货币。新加坡的电话卡呢，我们已经在网上买过了，等一会儿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，我们在当地取就可以了。然后换汇呢，浦东机场这儿有一个联合货币兑换，我们刚才去看了一下，汇率给的不是太好，比这个官方的挂牌汇率能低7%、8%左右，所以我们到了新加坡再换钱吧。其实刚到新加坡也可以不用现金，打车和坐地铁刷 Visa 卡就可以了。宝子们，你们看前面的飞机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大飞机。据狒狒说啊，上面特别宽，可以睡觉。它是那个宽体飞机，它是一排有9个座位，中间有2个通道，不是说可以睡觉，是这趟航班在人不多的时候，有时候一排只坐1个人，那就可以稍微躺一躺了。但是现在我觉得忘记了。估计是没有这个待遇。我们已经到登机口了。我们今天从上海飞新加坡的航班呢是9点起飞，预计下午快3点才会到樟宜机场。总的飞行时间是将近6个小时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长时间的飞机。不过呢，我们行李托运完了，现在就剩下2个双肩包了，我觉得还挺轻松的哈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，除了双肩包之外，我们这次还要带一套国宝出国。这是来自我们陕西西安的特色兵马俑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套兵马俑是很精致的，是我精心挑选的。现在市面上卖的那种兵马俑的模型，大多数是合金的，但是这一套哈，它是这个陶土的，因为这个是陶土的，是易碎的，所以没有托运，我就一直手提着拿过去。为什么我会带一套兵马俑出国呢？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份礼物送给我们在新加坡的一位网友，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啊，他是一位华人。我觉得这套兵马俑能够很好的代表我们陕西特色以及中国文化。登机了，登机了，宝子们，带大家去新加坡玩。
坐了这么多年飞机啊，我们第一次坐这个安全出口，果然宽啊。听说以前的运动员啊都抢着坐这座位的，因为腿长嘛。对，我们这个飞机本来就是那种宽体的，然后我们还是在这个位置，特别宽。他会给大家看一下那边，我们那一边一共一排是9个座位，我们俩是坐在最右侧的。对，好宽敞啊！大家一定好奇啊，我们的餐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原来在这个里面呢。咱俩感觉好土，第一次坐这种位置，感觉什么都很新奇的样子。就在这儿。最重要的是有空姐在我们对面一会儿。是，好漂亮的空姐，文涛今天有眼福了。我们的航班已经起飞1个小时了，现在空姐开始发饭了，看一下我们今天都吃什么啊？我要的是番茄鸡蛋面，文涛要的是咖喱牛肉饭。咖喱鸡肉饭。哦，咖喱鸡肉饭。看一看啊，就是点小鸡肉。简餐，看一下我的面吧。哇，好烫啊！看起来还可以。可以，还有菜啊。还有菜，因为我们俩实在太饿了。我们早上5点起床的，6点到的机场，到现在都没有吃饭，很饿。我看这里面还送了一个杨梅果汁，一个小布丁，还有一小份这个水果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坚果。好啦，我们吃饭吧。这个饭虽然简单，但胜在是热乎的，因为这个飞机里面太冷了。大家看，我刚才要了个厚毯子都包起来了，太冷了。里面感觉现在也就19、20度的样子。下机了，终于下机了。哦，漫长的飞行啊！我从来没有坐过6个小时的飞机，在上面睡的是昏天暗地的，一睁眼就已经上岸了。对，一到新加坡就有一场暴雨来欢迎我。不过新加坡机场还是很凉快的，现在外面的温度感挺高，但里面还是稍微有点冷。一落地新加坡樟宜机场啊，那种紧张感突然就来了，因为新加坡的罚款制度是非常严格的，比如说在地铁里面喝水、吃东西要罚款，买卖口香糖要罚款，吃口香糖更要罚款。所以我们来了之后，就感觉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特别的谨慎。你觉得机场怎么样？还挺好的哈。挺好。这机场冷气开的太足了，还挺香的哈。一看就那种大城市的机场哈。到了大城市呢，这个新加坡的物价也是非常高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俩一会儿准备把我们包这2个空瓶子在机场都接满这个直饮水，我出去之后，我们尽量就少买水，少喝水，是多省钱。对，我非打算还接点水去卖，再赚点钱。非法务工一球。老婆，你有没有感觉刚一落地哈，这边的民族多样性还挺多的？对，感觉看到了各种各样肤色的人哈。对，这里的这个民族啊、人种啊，还有文化还是很多元的。我们刚才飞机在滑行的时候呢，搬运行李的劳工就来了，然后他们的面孔就是那个黑人。对。然后机场的这个地勤里面有很多这种马来族的这个面孔，更多的是华人。现在要去前面过海关了。我们看一下新加坡对中国免签之后过海关的速度怎么样？不知道这个速度怎么样，但是这个游客是也挺多的，各种举了小旗子的导游。新加坡这个机场真的不错，我们第一印象就特别好。我刚刚去那个南侧的时候，它那个镜柜洗手池上面就有纸巾可以抽，我还拍到了。对，我还拍到了。在我们那边哈，你就要旁边单独的地方去抽哈。那边每个洗手池上面都有抽纸，真发达，感觉到发达。我们已经顺利入境新加坡啦，这是我们环球旅行中来到的第1个发达国家，也是目前为止唯一对我们中国免签的发达国家。整个的入境过程还是非常丝滑的哈。这个新加坡移民局这里基本上没有人工，都是走机器通道。这个机器呢，一共是有2道闸机。第一道闸机需要刷一下护照，提取护照信息，顺便呢再比对一下之前提前在手机上进行的这个入境申报。如果这一步入境申报没有做的话，那需要在现场去填一个入境卡。我们之前在app 叫做买 SA 上已经填过了，所以第一步很顺利就过来了。第2步就是在闸机上录一下指纹就好了。整个过程啊，大概30、40秒吧，是吧？没有超过1分钟，非常快，特别快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新加坡樟宜机场，这个是T4航站楼，前面就是提取行李的地方了。到前面之后呢，
我们取完行李旁边就是取电话卡的地方。我们俩现在手机还是无服务，等一会儿装上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新加坡愉快的玩耍啦。对，我们取这个卡可不是免费取啊，是我们在网上买的。对，今天行李取得非常快啊，5分钟取好了，然后在这边取我们的电话卡。一出来这个货币兑换点，我们就在这儿订的电话卡。Buy or collect? Yeah, we have bought it. So QR code you collect outside. There's a queue, you just collect. OK， 我们已经取到之前在网上提前买好的这个电话卡了。我们买的是这家运营商的，叫 Centel。我们买的是一个7天的流量卡，7天时间，一共是100G 的流量，费用是40块人民币，还是很划算的。如果落地当地买的话，会比较贵，12新币。对，提前买便宜了很多。对，我现在把这个卡装到我那个手机里。大家以后到国外哈，如果能提前买到卡是最好的，因为你一出来哈就可以拿到卡。经过最近1年多2年的旅行，发现啊，在国内买都要比在国外买要便宜一些。我们现在已经换上了新加坡的手机卡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目前我们是4G 满格的信号，还是很快的、很流畅的。刚刚呢，我们跟这个新加坡的网友大哥终于联系上了，大哥已经在出口呢等了我们好久了。我们现在过去提着我的兵马俑去见网友大哥，顺便再打听一下关于这个换外币比较合适的推荐。嗨，看到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久等了，久等了，等时间长了，终于见到了，终于见到了，好神秘的一个人，神秘的一个人，对。大哥贵姓？哦，姓于。哦，于大哥你好。于大哥的祖籍呢是广东惠州，然后大哥是客家人。于大哥会很多种语言啊，就包括这个华语，还有马来语，还有英语，以及福建话。福建话，潮州。潮州。还有一点点海南话，一点点。太崇拜了。没有。我觉得福建话好难，我们都不会。因为我觉得是很多是从小一起长大，有吗？一起讲就很快。于大哥，这是我们送您的礼物，这个是我们陕西西安的特色兵马俑 Terracotta Warrior。然后这个是我专门挑的，这个比较能代表我们陕西的特色和这个中国历史。中国历史对。这个送给您，谢谢。不成敬意。我们在机场点的餐已经都上来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于大哥在机场请我们吃的这个非常特色的新加坡美食，其实也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些特色，比如说这个呢，这个叫做怡保鸡丝鲜虾河粉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里面就是这种扁粉啊，有点像广东的粿条，然后越南北部那个越南粉也是这样子的扁粉，然后这个浅色的是鸡丝，这个是虾，这一碗是11.9新币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，这也是马来西亚的美食，叫做槟城拉萨，就是这个，这里面是沙丁鱼，然后它这个粉是这种圆粉，也是一种粉啊。然后这个也是很特色的，这个是里面有蛤蜊和鲜虾做的这个炒粉。这是粿条。粿条。这是粿条。粿条，然后跟我们那边的河粉差不多，接近，长得差不多，都是米做的。对，我们还点了一个这个特别特色的，这个其实是马六甲的一个特色，叫做珍多。大哥，那新加坡这边说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哈，也基本上薪资算是亚洲最高的了。那当地人的工资有大概多少钱每个月？是以平均的话上大概也要大概有3500到4000之间啦。4000之间。那么我们不要讲最高的那个薪金制啦，然后在这一段阶层的会比较多，那就大概是快2万人民币。那这边的消费怎么样呢？消费的话，就是普通人吃饭一餐，普通人吃饭应该现在过了那个 after 那个 COVID 偏高了咯。平均的话都要6块钱一餐。再加上一杯饮料的话2块多3块，接近10块啦。对，一餐差不多10块钱。所以一天的话，包括午餐跟晚餐的话大概也要20块钱。像那种外劳的话，他们是不是工资低一些？他这里有最低的薪金咯，最低的薪金大概要1800左右，1000新币。那像这种餐厅的服务员大概多少钱一个月？有些低到1500都有。房子就现在最少都要800块，800块。800是两室一厅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房间。就一间房间，然后
有冷气的话，可能是要整1000块买一套祖屋大概多少钱，70-80万。那中国车在这边卖怎样？中国的电动车，比亚迪什么的？比亚迪有，你有时路上可能会看到一些，但不完全会看到很多。于大哥说这里纯电车少，一般都是那个混动的。hybrid 的。于大哥，其实我们在 T4这边吃完饭之后呢，我们准备去看一看樟宜机场那个最有名的大瀑布，室内瀑布啊。然后现在这边等个车，这个车还挺好的，还有一个提示时间。我们刚刚跟于大哥在机场已经分开了啊，我们这是第一次在新加坡面基成功。于大哥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在新加坡旅行的建议，包括我们后面去马来西亚的一些游玩的建议，非常的有用。那现在呢，于大哥是推荐我们来到了新加坡樟宜机场的，这个是 T2 航站楼。我们本来要去 T1 航站楼去看那个特别有名的全球最大的室内瀑布，然后于大哥说 T2 这边也新开了一个也是瀑布，可以让我们来这儿先看看，然后再去那边看。对，我们去前面瞅一眼啊。但我怎么感觉这个是一个镜像呢？是一个电影画面啊。T2 到 T1 呢有这个 Sky Train， 我们可以坐那个小火车，而且是免费的。在几个航站楼之间的这个通勤和摆渡车都是免费的。新加坡机场，我觉得这些配套的服务设施还是做得很好的。我们现在坐着小火车已经来到了 T1， 那个瀑布好像就在前面。哇塞，我们终于到传说中的这个大瀑布了，全世界最大的室内瀑布啊！落差多少米？80米是吧？40米哦，40米啊！你直接扩大了2倍啊！你比刚才那个屏幕的好多了哈。这是真的水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1层。对，其实大家好像说看这个瀑布最佳的视角是要去4层。我们现在1层去看一看啊，这个地方啊真的是，只要有朋友圈有人去新加坡拍的照片，一定有这个瀑布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也算是打卡成功，来到了新加坡机场的地标建筑。对，虽然我们刚刚到新加坡也就几个小时吧，但是我们在机场遇到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，你问什么都是给你解答的巨无巨细哈。对，而且、事无巨细的。大家看我们是中国人，会主动跟你讲中文。对。哇，你看这个绿色，好漂亮啊！感觉我们去了那么多机场，没有这样子的。对，好好看。没有这么多的植物的哈，有一些盆栽是有的。太美了吧，这里！终于到了，这个真的还挺震撼的。到这儿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公园城市，是吧？你看这旁边一个大雨林啊，还有个大瀑布，感觉像是那种人猿泰山的地方一样。这竟然是机场，你能信？你看那边还有那种小一点的那个水帘，好像花果山啊。对，那边1、2、3、4、4层，听说比较好的一个机位应该是在这个廊桥上。是。会看得比较全貌一点。你看那个水往下面还有，我还以为到这儿就没了，是个水池呢。这个新加坡樟宜机场实在是太好耍了，我们俩在机场玩了整整1下午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半了。我们这会儿才准备坐地铁去市区的酒店啊。在离开机场之前呢，我在机场取了400块的新币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手机有卡，兜里有钱，心里不慌了。跟大家说一下哈，这个机场换汇的汇率虽然不咋地，但是呢 ATM 机取款的汇率还是很划算的。刚刚我在一家银行叫做 UOB 的 ATM 机上取款，他们家是免收手续费的。这样算下来呢，汇率大概是5.64，就是说1新币等于5.64元人民币。那今天的官方挂牌汇率是5.59。其实没有差多少，还是很划算的啊！我们终于结束在樟宜机场的一日游了，太累了。现在准备坐地铁回我们的酒店。这个地铁由新加坡这边非常四通八达的 MRT， 它上面还很厉害，有英文，还有当地的那个马来语，还有中文，语言是很全的。新加坡的这个地铁可以直接刷 Visa 信用卡坐，也可以在这里有这个人工售票的地方，我们直接刷卡吧，比较方便。给1人1张，你刷这个。丝滑呀！大家以后如果来这边啊待的时间不长，其实没必要办他这个地铁卡，因为他这个地铁卡或者公交卡它是有押金的，对，滞卡费的。它有一个5新币的一个押金，这个是不退的，这个差不多就是
27、8块钱呢。是如果说你只待个2、3天就没必要，但如果待超过7天、8天以上的话，那还是可以考虑办一个的。我们是这个方向，大家要看好啊！你要去哪个地方，就在这儿显示有哪个方向。我们要去这个戴娜美拉。对，我们下了转乘这个地铁 MRT。刚才遇到那个大叔特别的好，快下车了，还跟我和薇薇提醒说你们一定要下，别错过那一站了。我觉得我们在新加坡短短1天哈，见到不少华人，都特别的友好。对，我们在这边碰到的每一个华人都在尽量的帮我们。对。刚那个大哥一直怕我们坐过站，一路在提醒着我们，到站之后还跟我们说从这里可以下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人真好。哇塞，哎，我们下车这里好像那个全是中餐馆啊。对。锅香，不知道是卖什么的，火锅吗还是香锅？卖钵钵鸡的，1元1串的钵钵鸡。哇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新加坡很有名的牙龙区啊。刚才那个华人大叔就跟我们说，这个牙龙区比较的鱼龙混杂，对，比较复杂。然后跟我们他用的这个词，对。然后大叔还提醒我们说，一会儿出地铁站会有很多人可能会装作残疾人给你们卖东西呢，一定不要搭理就好了，直接走就好了。是的，我们住这个地方啊，说起来很厉害，这块是有红灯区的，刷信用卡好方便啊。就是不知道扣了我们多少钱，一会儿我看一下，希望这个手续费不要太狠。牙龙啊，传说中的牙龙，我终于来了。怎么感觉涛哥这会儿很亢奋呢？牙龙是有什么你期待的东西吗？哎呀，大哥，刚才那个大叔刚才跟我们说鱼龙混杂，我跟大家说说为什么？因为在牙龙这边啊，有新加坡这边算是半合法的红灯区。哦，怪不得涛哥这么开心呢啊！大概几十分钟之前呢，我们还在新加坡最繁华、最漂亮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酒店牙龙区这一块。牙龙区啊，大家看一看啊，老子们，你们看，这边的这个造型是不是特别像我们那边的一些小城市？所以说，新加坡也并不是全部都很繁华的，它是有一些区域哈，就做得特别的漂亮，有一些旅游的效应。这里全是中餐馆，你发现没？对，说明这儿华人特别多。你看，有那个东北烧烤、川菜、重庆烤鱼，还有个多多海鲜，那边还有一个什么马大大烧烤，是，全是中餐馆。哎，看一下这个红绿灯啊！我们俩在新加坡啊，真的是一言一行都特别小心谨慎，因为新加坡罚款太狠了。比如说行人闯红灯啊，可能就要罚款。还有刚刚我们坐地铁的时候，提示是在地铁上吃喝东西罚500新币，抽烟罚1000新币，1000新币就是将近5600块人民币，只抽一次烟。然后过这个红绿灯也要罚，在酒店里头吃有味道的东西也要罚款。还有就是在酒店里面，天气特别热，也不能光着膀子，这个也要罚款。但是我刚看到一个人闯红灯了。啊？是吗？是啊，好像也没有人管啊。是怎么个意思？本地人可以闯，游客不能吗？对啊，这个比较灵活。还是说当地人知道哪里有摄像头，然后游客不知道，只能每个都遵守吗？那个车好牛啊！上面吧。新加坡不养闲人啊。老婆，你发现没？我们走这块好像是当地的劳工聚集区哈。是啊，好多印度裔的。这块感觉主要是华人和这个印度裔的人。对。哎，这个地方你看，全是养生馆啊。是的。499养生馆，各种养生馆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公主发廊，就感觉不太对劲儿的样子哎。因为我们这块住宿比较便宜嘛，所以为什么住宿比较便宜呢？大家想一想，肯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，鱼龙混杂的生意吧。红灯区就是其中之一，所以我们啊现在还是多赚钱啊，太穷了，到发达国家旅游只能住红灯区了。这儿真的全是这种什么情趣商店，各种 KTV，还有公主发廊、养生馆啊，全是这种。看来真的是红灯区，我们没有走错。哇，好恐怖！我刚才被2个印度人南宁了。我感觉这块游客也挺多的哈，你发现没？对。我们住的这块怎么全都是南亚裔的人啊？说真的还挺害怕的。这个路上一群一群的10几个人，一堆一堆的印度人全坐在路边，然后你从这儿过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盯着你，目送你一段路，心里还是毛毛的。你看，路边全都是哎。
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他们其实并不是新加坡籍的公民，对，他们是劳工，对，他们是劳工、啊，就是他们拿那个工作签证在新加坡打工的，是他们没有新加坡国籍的人。涛哥，一会儿咱们把行李放好，出来买水，你要陪我一起出来。一定的。我真的不，这种印度老铁真的扛不住，我真的不敢一个人出来。印度老铁真的是顶不住啊！对，在缅甸都敢一个人出来买水的人。我刚也想说，我在缅甸都是晚上11点出去买水买饮料的，在这儿我是真不敢啊！妈呀，又一个印度的帖子，穷是真的可怕呀！我们从地铁站过来走了1公里，穿过了无数的红灯区，终于到我们的酒店了。大家一定要多赚钱，不要像我们啊，出来都住不了好地方的酒店。我们已经办好入住到房间了，大家来一起开个盲盒，看一下我们在新加坡住的酒店怎么样？是这个房间吗？开不开？开了，它只是没有响。插卡。哇哦，有点小。有点小啊。这个床感觉跟大学宿舍差不多，只有90公分。对。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大家看它这儿，竟然还有个小冰箱 ，mini bar， 挺好。然后一个小的桌子，这是一个镜柜，镜子，镜柜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房间的主体了。这个房间的面积大概也就是个10个平方，上面标的12平。差不多就是10出头一点点。这个床，我觉得我们会滚下去，不然我们合起来睡吧。老婆怎么样？咱俩2个人睡一个床，另外放行李。你怎么会有这种非分之想？这2个人睡一个床，咱俩这么纯洁的关系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刚刚还忘了一个细节，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豪华的洗手间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洗手间也是非常的袖珍啊，这个面积大概是3平米，1.3乘1.3，不到2平米。大家猜一下，我们在新加坡红灯区这么豪华的酒店，价格是多少呢？给大家3秒钟时间，3、2、1，答案揭晓，600元。这已经是我们在新加坡能找到的性价比，有一点性价比，对，然后我们自己能承受的价格了。这里相当于如家汉庭那种水准的，一般在1100、1200了，然后再稍微好点的可能会在接近2000的价位了。所以像这家呢，小是小，但是干净整洁，交通也还算便利的，600块钱也还好，能接受。然后我们在新加坡如果待7天的话，就这样的一个酒店，光住宿费就要4000多块钱，想想还是蛮贵的哈，蛮肉疼的。新加坡的物价实在太贵了，我俩去超市转了转，也买了一个1.5升的矿泉水回来。我有个想法，你跟我要不然在这个小90公分小床挤挤，把那个床300元租出去。可以。